大家好，我是以赖。这一次要去会员家做生鱼片了。这一尾是长尾鸟，很久没有做了，买来弄给会员吃。这一尾是台东来的，非常漂亮，长得跟这个很像的鱼还有鸟母啊、大口冰雕啊、红肉蒜啊，通常就是认尾巴。长尾鸟的尾巴特别长，上长下短。这个鱼的中文正式名称是长尾冰雕。冰雕的这个词呢是日本人发明的，跟这个鱼的形态没有任何关系。我们看中研院的鱼类资料库里面的中文正式名称，有很多都是抄日本的名字的，像是尾鱼啊、鲷鱼啊、冰雕啊、鸡雕、笛雕，这些都是抄的。早年台湾根本没有人用这些汉字称呼这些鱼，那因为原本台湾的鱼名字很乱，不同的鱼叫同一个名字的情况很常见，一直到日据时代开始有做系统性的分类。后来台湾学者在制定中文名称的时候，就参考了日本人留下来的资料，或者是直接沿用。之前网络上一直有人吵说那个吴郭鱼到底算不算是鲷鱼，这种争执在我看来没有意义，因为你把历史往前看一点，鲷这个名字呢是日本古代人因为泰的这个谐音借去用的，还赋予它很高的文化层次。这跟现在商人把鱼取新的名字作为行销手法是一样的，那掐着以前的行销手法来指责现在的，我觉得很好笑。这尾是红竿，钩子都还在肚子里面，鱼钩很危险，上面通常有倒钩，插进肉里面不是开玩笑的。那这个是去年9月的频道会员活动，那个时候算夏天吧，所以这尾红竿没有到很肥，跟上一期的青竿比呢，有很大的落差。我还准备了红喉，一般网络上经常会说红喉是宜兰特产，来宜兰就是要吃红喉。那宜兰是有很多红喉没有错，但是依照我个人的经验啊，花莲跟台东的红喉更肥。当然这不是必然的，只是依照我浅薄的资历来说呢，我每次吃到花莲红喉以及台东的红喉都非常肥，而且都不是在冬天。那今天这尾是台东红喉，你看这个鱼干鱼软，这个吃下去可能要跑好几个小时。当然啦，鱼肥不肥有时候是要看运气的，或者是看鱼贩对你好不好。那运气好加上有几分薄面，就比较有机会拿到品相好的。那这就需要一直跟别人来分享这个业力，或者去找 Tolo 一起分享胆固醇。这种软软的鱼在剥的时候务必要小心，身体不能弯曲，不要吸太紧，要用手确认弹性，不然鱼肉会吸坏。我看金本最近也出了水冻鸡，我这个土泡了几年的呢，算是走在很前面吧。今天是第5天要来开鱼，不是太肥的红竿通常不用熟成太久。这个红竿中间其实有发生意外，就是第3天检查的时候发现鲍鱼的滤纸颜色变得很深，这个通常就是被水浸到全湿了。鲍鱼的袋子漏水，不然通常温度够低的话，滤纸不会湿透，顶多有一点潮湿而已。那会漏水可能就是袋子被鱼鳍、鱼骨刺破，或者袋子绑得不够紧，渗水进去。那因为水渗进袋子里面，所以会觉得这个鱼好像特别软。因为我那个冰箱里面放的是盐水嘛，而且每一次用完我都会换一批新的，温度一直都是2度左右，所以还是可以吃的，只是鲜甜味会少掉一些。后来我就都改成套2个塑胶袋，第一个袋子排除空气之后转几圈压在鱼的下面，再套另外一层，就没有再发生过了。这个袋子都是可以回收再利用的，不要沾到鱼血或内脏的话，洗干净用夹子吊起来，吹风晾干以后就没什么味道。这个鱼肉是不是有比较淡，看起来很像节鲳或是长腰尾，另外一半拿去做干熟，把水分抽掉一些，看看会变怎样。那这个鱼的下巴切面也没有雪花脂肪，血盒中间也没有什么油脂，我也只能说这个就运气的因为我做的是真正的无菜单嘛，想到什么买到什么就做什么，所以说不太能很平均的控制好每一次出餐所呈现出来的质感。也许会有的会员觉得说，抽到自己的那一次的菜色好像没有其他人来的丰富，反正我这一餐也没收钱，我爱做什么做什么。听起来有点不太负责任，但同时也是乐趣所在。因为如果有收费的话，你就必须要想办法搞到相对应的食材，就会变成你要囤货才能够稳定出餐，这个就跟我的初衷不符了。
那这一尾红喉就是非常肥的，上手的质感很像拿着喜之刺，并不是每一尾红喉都会这么粗的，这一尾算是品相很好。红喉有一种俗名叫红臭鱼，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它油脂太过丰富，鱼肉太软，鱼鳞很容易剥落，不好照顾。古时候呢，保存的设备不好嘛，鱼油氧化之后臭味非常强烈。可能因为是这样子，所以以前那个10大好吃鱼的俗谚里面没有红喉。现在红喉要排入10大，一定是没有问题的，蒸熟都非常好吃。红喉鱼肉虽然细软，但还是有一点弹性的，不会像马头或是马家春那样熟成之后口感就变得绵绵的，算是记忆点很强的鱼。但是温度一定要压制好，不然油耗味会很重。对鱼肉有一点血，喷盐水洗一下。上一次做长尾鸟是4年前了。这个鱼很出名，是因为外观很好看，红色的长条尾巴很有特色。它是笛雕科的，一般笛雕很少有纺锤形的身体，可能因为这样子，所以它开了一个冰雕属。外观跟它长得一样了，还有蓝短鳍笛雕，就是耍舞啊，颜色跟尾巴不同而已，但整体的形态完全一样。耍舞我也做过一次，也很好吃。在我的印象里面，笛雕科的鱼都很好吃。长尾鸟的鱼肉呢，颜色跟积木雕很像，质感更有弹性，不熟成的话会很硬。这一次的会员说呢，活动当天恰好是他父亲生日，所以当天的人会很多，我就准备量很多、种类少的东西。现场他们自己还会准备其他吃的嘛。然后接下来我就不想说话了，我文案写得很倦怠，吃还是会吃，鱼还是会切，但是写文案真的倦怠了。接下来就不说了，后面有猫吃人吃，今天就先这样了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年年有余。
没有在卖，没有在卖，没有在卖。其实就是我运气好抽到他每个月会去会员做一次。还没一次拿5片，这样子一片片夹要那个，对。好，这个是熟成8天，这个碟子是准备放酱油的。本来是要放花生，沾蒜也没关系啦，OK 的啦，鱼好就没有问题。对，不是那个用酱油蘸那个，谢谢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对吧？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没有，暂时没有。你进来，你不进来？那你去坐那边的，他这边给我吃。好，他没那么早到。配鱼肉大啊，对。我本来想说拿那个，可后来来这一吗？来，这个是另外一种，拿一下。哦好。我来两家，谢谢，谢谢，幸会。因为这个是影片也不什么是大一个。就是我粗粗的这样子，对，它不会粘嘛。用底温。来，他是先割好刀的，对吧？这是台东的，这是红红汤熬，就是宜花东都会有。对啊，也是那个还有一个你没尾包粮啊？陈姐，你管啊。还有蛤蜊耶，这样汤会好甜。谢谢，幸会。我有呢，太了不起了。我真的很想。不是他们在打啊，对，但是他是没有拼吗？那生鱼片都吃完，没问题。对呀，需要再我说你这一好吃吗？很好吃，生鱼片一下就吃完，瞬间就解决掉了。我觉得最好吃的应该是红蛤蜊，我个人最喜欢的，因为它水分就会被那个昆布抽走，而且它感觉味道浓缩起来。对，像那红干像这样的口感，外面就比较常见，像那个口感比较少见，就一点点就好，一点点就好，因为我就没有喝酒。我唔知你要一礼拜一定有。来传一下，那个腐肉传过来。